吴晓波被禁言了，我突然发现啊，我们的很多节目第一句话都是说谁谁谁被禁言了，搞得好像是我们国内一些人社会性死亡的一个纪念碑，但这可能也就是时代的悲哀吧。很多人不了解吴晓波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是一名财经作家，早年呢写过一本书叫《激荡30年》，讲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写得蛮好的。后来他又写了一个大败局，讲了那些民营企业家过程中创业失败的故事。这两本书呢，就在国内的 MBA 课堂过程中间都被当作经典著作来读啊。其实在我看来呢，吴晓波所描述的这个时代啊，企业家的创业史啊，跟改革开放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其实他讲的也是改革开放的这个国运兴隆的过程中间，民营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个人奋斗史，写的真的是不错，推荐大家来看一看啊。吴晓波为什么被禁言呢？现在众说纷纭。他的公众号最后一篇停留在6月2号，6月3号就停更了。这个其实多少也是一个敏感的日子啊。但他微博啊已经很早就没有更新了，所以具体是什么时候禁言的我们不清楚，到底是禁言多长时间呢也不清楚。因为他的微信公众号啊里面的文章现在还能读，并没有显示彻底账号，而微博呢还有文字，那个文章他的帖子也能看到，所以乐观的看呢，他很可能是要被禁言一段时间。但是他的被禁言，毕竟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标志吧，因为他毕竟是国内啊比较有影响的一个财经作家。那么坊间就有人传言他是因为5月6号的一篇文章被禁言的。那么我也去到他的公众号去看了一下，5月6号他这篇文章名字叫《我们怎么了》。这篇文章呢，现在你在微信公众号上已经看不到了，但是在国外的互联网上专门有人收藏这些被国内封杀禁止掉的文章，所以我也把这篇文章下载了之后呢读了一下。我个人觉得这篇文章写的还不错。他这文章一开始啊先讲了一个姓马的人，他没有讲名字，说马某这个人呢是一个企业家，辗转呢要跟他吃顿饭，然后就说呢他可能要离开国内去加拿大了。为什么要离开国内去加拿大呢？就觉得对国内啊有点丧失了信心，就要离开了。那么他这篇文章就从这儿开始讲起，就讲企业家对国内啊基本上丧失信心了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描述，进而引出了2个数字。一个数字就是中美两国独角兽企业的比较数字。这个数字呢，在2015年之前，中国实际上一直占上风的，但是2016、2017，尤其是到2019到2020年，中国的数字是直线下降，而美国呢一直在增长。大家都知道，独角兽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是独角兽企业你的数量大幅下滑，就说明你的经济活力在大幅下降。另外一个数字，它就讲了中美两国啊这些头部企业的市值的变化。他说，在几年前的时候呢，阿里、腾讯啊、百度啊这几家企业的市值加起来跟苹果相当，但是几年过去了，苹果的市值在继续上涨，但是中国这几家企业的市值在大幅下降。除了这几家企业以外，再加上中国在美上市的44家高科技企业的市值一起加起来，现在跟苹果一家公司比较，都还差1万多亿。那么他罗列出这2种现象，他就想问，也是很多财经界的人问，我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过去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啊，整个经济体量说白了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以这一个14亿人的市场，如果不瞎折腾，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的。但是为什么这些指标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他提出来了一个观点，他这个观点是中国在2次历史转折的时候都有2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11届三中全会左右，还有一次90年代初，就是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他说这2次的经济的高速增长都伴随着当时的2次思想解放运动。那么他认为中国其实也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是他认为非常非常难。更重要的是，像马某那样的企业家对中国的前途已经意兴阑珊，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那进而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企业家在刚开始在投资啊做企业的时候，可能都出于原始积累的这种冲动，但是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这个需求就很淡了，更大的是一种自我挑战和社会责任。但是现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剥夺这些企业家的荣誉感，正在剥夺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感，正在剥夺这些企业家的自我挑战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也在文章中提到了，让企业家失去信任让企业家得到信任非常非常困难，但要想失去这种信任非常容易。整篇文章大概是这样一个内容。我个人看完之后，确实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是吴晓波频道里面近期写的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所以有关部门你别说人家这个不工作他很精准他把吴晓波频道中间写的最好的一篇文章精准的给咔嚓掉了。当然了，吴晓波到底他的禁言跟这篇文章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我确实要称赞一下这篇文章。我今天想讲这个话题是想从吴晓波被禁这件事情说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说随着吴晓波被禁言其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什么时代就是知识付费、知识创业这样一种所谓的路径，在中国境内基本上走不通了，死路一条了。大家都知道倒退10年前，吴晓波还包括现在得到的这个 CEO 罗振宇，他们都是最早在中国探索所谓的知识付费的这么一批先行者。罗胖呢，就通过搞逻辑思维这样一个平台呢，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一开始都是从微信的公众号开始搞，每天1分钟。然后吴晓波呢，他自己的口才没有罗胖那么好，他就开始通过自己的文章搞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吴晓波频道。这2个人是中国知识付费的2个龙头。罗胖后来就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成立了得到。得到是一个平台化的了，就除了逻辑思维自己讲，同时呢，他也吸引了大量的所谓的那些知识创造者们在这上面开课，然后呢，让许多普通人付费在那里听他们的知识分享。吴晓波呢，基本还是自己做，那么自己做的内容呢，也通过这种付费订阅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所谓的知识价值的变现。应该说他们2个都挺成功的。那么吴晓波据前几年的时候我看他那个知识付费一年是168块钱，然后呢一共呢有几十万人订阅。那你想想，他仅仅是这部分付费订阅的收入一年都有几千万，所以实际上是相当成功的。2019年的时候，这两个知识付费的头部企业都曾经想上市。吴晓波呢，当时想通过全通教育借壳上市，当时给他的估值大概是15亿左右。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数字了，15亿那逻辑思维呢，从2019年的时候也曾经接受过所谓的上市辅导，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呢，冲击所谓的科创板，后来又包括其他的那个板这个后来，但是后来这2家企业上市都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我个人觉得2020年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大家不觉得吗？一方面当然疫情是一个因素了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对内容的管控变得空前。当然这个所谓的疫情是一个加速器。疫情之后由于这种所谓防控的需要我们打着点防控的需要那么舆论的管控跟疫情之前应该说是层层加码，这个大家都看得到。那么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所谓的在言论市场上的空前的管制。这种管制的结果最终延续到蔓延到什么程度？首先是新闻领域内，像我这样的是最早挨刀的，因为你是紧跟社会热点嘛，做媒体嘛，做报道嘛。从这个领域内就慢慢扩散到自媒体行业，比如说新浪微博那些所谓的大 V， 大家去看一下，基本上是尸横遍野。过去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也都死得差不多了，没死的要么就卖货，要么呢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那个当局鼓掌，除此之外你也没什么活路了。再往再扩展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所谓的知识付费平台，包括内容分享平台，那些内容
现在也受到了广泛波及。我所了解的数字啊，就是逻辑思维，就是得到这2年以来，就从20年之后，它的经营数字是大幅下滑的。按道理来讲，这其实是一个蛮意外的，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头，出不去嘛。按道理来讲，听这些课应该是更好的时机，但是没想到这些数字其实跟疫情前相比，更大的下滑和滑坡。怎么解释？在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内容管控波及到这些领域了。你以为那些知识本身没有属性吗？有啊。你想，比如说你讲经济学，你就要讲到产权制度。这产权制度里头，你就要讲到政府要尊重产权，才能构建整个现代经济体系。这不犯忌吗？你讲法学，罗翔在 B 站讲法学多火呀，讲刑法。但是后来罗翔在 B 站火了之后，在微博吓得退出了。他反复解释说，我这退出跟他没关系啊。但其实大家你想一想吧，更重要的原因，如果像罗翔这样的人，他难道不愿意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吗？我猜他内心是太想了，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讲的那些刑法，如果你单独把它摘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都是对这个社会的管控者的非难，对他们的控诉。他说了，这个国家最大的法就是领导的看法。他讲到那些贩卖妇女的时候，他说：“同学们呢，在座的女同学们，你们知道在我们国家贩卖妇女要判几年吗？你知道贩卖一只熊猫要判几年吗？”他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把你们卖了的那些人呢，还不如卖一只熊猫。”他讲我们国家法律内部的那种荒谬性，这不犯忌吗？是吧？你讲医学不犯忌吗？那些中医，我们国家那些中药怎么上市的？为什么中医不行？为什么中药不行？当你讲到临床医学中间的规律，当你讲到一个药物上市过程中间需要做3期临床，首先是安全性，然后是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完了是有效性实验，有效性实验这些做的过程中还必须是双盲的、随机的、多中心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啊。当你把这些所有的道理讲完之后，你就会蓦然发现，哎呀，我们的中药为什么不遵循这种方式呢？这种方式应该是普世的呀。那么中药如果不遵循这种方式，怎么能证明它有效呢？所以你发现了吧？所有的知识，当它走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政治。本不应该如此，知识就应该是知识。但是在中国，知识的尽头是政治。所以你明白了吧？所谓的知识付费，所谓的内容创业，为什么死路一条了呢？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已经无法容纳我们的知识走到它的尽头了。但是所有的内容创业，你如果只做浅显的普及性质知识，不解渴。如果你往前走，你就会进入到雷区和禁区。这就是今天所有中国知识付费工作者面临的内容创业工作者面临的困境。没有路了，没有活路了。我就是先例啊。吴晓波他就算重新回头，重新被允许他出现，我相信他也再也不可能创造他10年前、5年前那个辉煌了。前2天推特上有一个人预言说，罗胖啊曾经把他的跨年演讲啊一共卖了20年的票，直接把20年的票都给卖了。但他预言这20年啊的跨年演讲他搞不完。我也同意这个预测。当年这个吴晓波也搞过跨年演讲嘛，罗胖其实年年还在搞，去年也在搞啊，但我相信他肯定搞不完。就是我说的，知识的尽头是政治，而我们政治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那怎么办？我个人觉得，对于那个知识付费，很多人会问王老师，你天天说，王局你天天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绝望了，怎么办呢？我们还生活在国内。对于那些内容创作者来说，我给大家的指的路啊，就是能出来就出来，到 YouTube 上做内容，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啊，我其实在给国内的很多内容创业者在趟一条路。因为大家都知道 YouTube 上缺少大量的中文的有价值的信息，因为境内有水平的人不敢出来，不敢出来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人在境内，如果在 YouTube 上做内容，害怕有关部门找他寻衅滋事；另外一个是他们担心海外华人的群体数量太少，无法支持他们的创业，无法支持他们的内容创新。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结构可能是个误解，这个结论可能是个误解。海外华人数量虽少但是这个市场也并不一定小。如果你真的有内容，在 YouTube 上认真做节目，认真做内容，未见得不能让你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呼吁国内的那些真正有水平的人，尽早出来吧。那块地可能真的不值得留恋。毕竟在 YouTube 上做节目除了赚钱以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价值，那就是自由。再也没有人审查你的内容了，再也没有人问你的导向是什么了，你只要遵循你的内心，说出你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吗？这本身就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不是吗？好。